在赖的群组当中，第三大势力正俨然诞生，像火焰般一直熊熊的燃烧，一匹带着火焰的黑马来了。那就是我们第三大的版主，就是我们的故事馆的版主，咱们的老神童先生。我要纠正一下，叫做小酒童。哦，是，来，咱们小神童先生，就是这个人，我看你是在调皮哦。打脸，灭团！我们今天上片的这一刻，就是我们要灭团的那一刻。在此代替乡民好威所有的群友们道歉。那我们现在就公布答案喽。我们答案准备要公布，现在答案的小号在我手上。各位，到底社长好威跟乡民好威到底会不会一起灭团呢？剩下故事馆独大呢？那个既然他们都要灭了，那就都来我这里吧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酒的地方很舒服。漂亮。欢迎收看里奥社长来品酒，我是里奥。好啦，咱们今天要进行一场史无前例兄弟阋墙之争——春燕系列第一版跟第二版之争。当然，他们两个兄弟之争不够看。要找他大哥出来，谁来帮你这件事情，我说了算吗？我说了一定不算。所以，我们今天邀请到谁？邀请到的乡民群主，还有邀请到我们故事馆的版主来。对，哇，两位大咖哎，今天就是要弄他们了，对不对？不是真的弄各位来宾，以后还是要来哦。所以在此之前呢，我们要先介绍我们的来宾，好好不好？第一位来宾就是我们乡民好威的版主套 Q， 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乡民好威的版主套 Q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第二位，就是我们的故事馆的版主，我们的小酒童。大家好，我是故事馆的小酒童。这两位第一次在这个荧幕前面露脸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说他是小酒童的时候，我有点吓到。怎样？你根本就是老酒童了吧？人家取名的时候还是小酒童，只是到现在才第一次上镜啦。对，我想要小应该人家是谦虚了。哦，是，所以是那个老酒童跟我们套 Q 来，是不是？对。从今天开始，他的名字就要改名叫老酒童，是不是？要不是能喝到春燕，我看小酒童立刻就要走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邀请的两位版主，但够吗？不够吧？不够。在赖的群组当中，第三大势力正俨然诞生，像火焰般一直熊熊的燃烧，一匹带着火焰的黑马来了。那就是我们第三大的版主，我们社长好威的尤拉。大家好，我是社长好威的版主尤拉。尤拉代表，尤拉说了算，他要怎么说怎么弄，就是他的自由啦。好可怕！现在是推我下水，是不对，是？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鱿鱼准备下油锅了。在盲饮之前，我们要先介绍这3瓶酒的来历。各位，在我的左手边的第一瓶，就是官方叫春燕第一版，在2021年12月第一次上市。在上市的时候，造成了什么？抢钱、抢酒、抢娘们的戏码，疯狂的抢。一瓶卖多少钱？2480。所以每一个消费者他都可以用2480买到，但是你要排队。对，你只要早上5点去排队，你就可以买到2480。那2480买完以后呢，这时候大家就看二级市场开始起来，开始卖5000、6000。听说现在这一瓶好像已经到了12000的身价。尤拉惊吓，这价格是真还假？想到价格等等，要多喝几口。第二瓶叫春燕呢，它叫了第2次。好了，它的第2次的春燕呢，一样，它是在2022年的12月开始上市，隔一年。然后在这一年当中呢，它涨价了，建议售价是3380。哇，涨了快1000。对，3380。不过它的二级市场稍微往下降哦，它大概在6、7千块上下。哦，因为是现在还正在开卖，对，正在进行式。但是如果今天它要出了叫春燕3呢，那它可能又涨到12000。有可能。对，所以这就是二级市场那个如火如荼的一直敞开。但是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？叫春燕系列它却没有比可可系列涨幅高。你去思考一下，对不对？可可也在同一个时间出嘛。有个很大的重点，因为他们是在大卖场。你懂呢？我有进步，对不对？你在这个酒讯杂志混了那么久，现在你都可以知道了。对，大弟子不敢给你丢脸，因为它是在大卖场销售，大卖场只能卖什么价钱？它只能卖建议售价。但如果你今天是在酒品专卖店卖的话，酒品专卖店应该会给你卖2级市场的价钱。
所以坦白讲，我要特别讲一件事情，麦卡伦算是有良心的，真的，因为他把它在大买仓买嘛，对不对？社长开始帮麦卡伦说话，是不是心虚才讲成大买仓呢？那再来，为什么要找出第3瓶麦卡伦双桶来跟他们 PK 呢？因为在一片乡民群组，大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喝完了这2款酒，他们觉得这2款酒根本就是麦卡伦双桶，哇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挑出来。但是这个 PK 来讲的话，也不是我负责，是他们2位负责。等一下，你今天没有要喝吗？我今天会喝，但是我不公布，可以吗？我毕竟我们为了这个频道要继续生存下去，对对对，对不？对？后面有无数的干爹干妈在后面看着我，后面好像很多神明的感觉。对我今年压力很大，不要你知道吗。做坏事。小李在做，干爹在看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各位3款盲饮的系列。在盲饮开始，我们必须得问问2位大版主，他们对这3款酒的感想是什么？哦，可以先喝之前对他们有什么看法？喝之后打出来的分数又是如何？对，搞不好会打自己的脸哦。所以几个问题，我们要先问我们2大版主。毕竟我们2大版主上了我们的节目，肯定想要畅所欲言。他们不能再当键盘侠一样躲在赖后面一直打字，对不对？他们第一次上节目，一定想要说话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故事馆的版主，咱们的老酒童先生，你有没有喝过这3款酒？有，我知道要来上这个节目，我就从酒柜把这3支拿出来开了它。哇，直接杀头哦！我个人是觉得说味道其实都差不多。然后刚刚社长讲的12000这个金额，可能在2版之前它是有这个金额，但是2版上了之后它就下滑，它现在你可能8000块就买得到，就买得到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你今天来我的节目来羞辱我、践踏我就对了，是不是？那第2版6、7千块买得到吗？一定买得到，而且是非常好买的，买得到。那双桶呢？双桶现在价格多少钱？麦卡伦前几天还公布说他们要涨价，它就又小涨了一点。现在应该1200、1300可以买得到双桶。没办法哦，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嗯哇，我们真的是假币不在 V 给哈。真的。对不对？喝酒干嘛看价格？就看心情就好了啊。哇，送的后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而且他既然偷跑，他知道要来盲饮，他先偷喝，这种行为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觉得很尊重节目哎，可以拍偷喝手。。再来就是我要问的是第2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乡民好味的套题，为什么麦卡伦所出的系列版本，它的涨幅都会这么大呢？来套题，就麦卡伦的部分，它第一个当然是它的品牌啊，它的品牌永远都是在业界首屈一指的，尤其它的名号，只要这支酒打上麦卡伦，那自然就会是水涨船高。那第2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会这么高价，是因为它是首版。那在首版的时候，其实它在次级市场上面，大家就会争相去踊跃的想要去购买它或者去收藏的。那个有啦，你帮我问一下套题好不好？问他是不是想要接业配？为什么他都讲好话？啊，这不是我心里所想为什么你那么会讲？你好像什么真的吗只有写什么酒类杂志编辑之类的。刚刚你不是在脚本上没有写吗？你讲说麦卡伦不是人，那不是你说的吗？不是啦，哦，这查到这。刚刚是小酒童想配通告透抽，也是看在春燕的份上没走。我们最后盲饮之前，一定要对麦卡伦说一句话，是不是？因为毕竟你们在赖上面跟他们说话，他们看不到；你在我的频道上面，麦卡伦官方一定看得到，而且他们也一定看，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关心我。今天盲饮帮春燕打分数，结果麦卡伦在帮社长打分数。我们先从尤拉开始。好，虽然就是常常在社群上面看到大家讨论麦卡伦，都说哦价格贵啊，涨幅高啊，然后又难买到，还要我排队。虽然大家就是讲话讲得那么狠，但是其实我知道大家对他就是又恨又爱。就像我看到麦卡伦一喝下去的时候，就觉得哇太幸福了，这个就是麦卡伦。所以我想跟麦卡伦说一句，虽然大部分的人都很生气，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很爱你的。尤拉最爱你了。再来会有我们的套 Q。虽然刚刚前面说了这么多好话哦，但是我知道麦卡伦应该算是在苏威里面的龙头啦。那我还是希望它的酒的能够对得起它的价格。它是 Michael Jackson 所推崇的一个牌子嘛，所以我也会希望说它能够经得起这样子的考验。这句话很杀哦。再来就是我们第3位版主，我们的故事馆的版主老神童，又改名了。那个我回应一下刚刚社长讲的，就是麦卡伦不是人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要出一点人喝的东西，是能喝还是人喝？我受惊了。就是说不能出了买了
就放在柜子里面都不拿出来喝，这样不行。它的这个价格会让你想说麦卡伦成为一种货币，所以我觉得麦卡伦它是应该要被拿出来喝的。刚刚这个老神童说的非常好，但我要打他的脸。刚刚说社长说麦卡伦不是人，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哦，这句话是套推说的哦。小李首次掉进自己挖的坑，看来老小酒童有在气哦。他讲的是什么？希望麦卡伦的威士忌是可以给大家分享的，但事实上，麦卡伦价格会拉这么高，坦白讲，二级市场是很大的问题。我能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不要再骂代理商了，对不多的对？也不是麦卡伦赚的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进行，就是盲饮 PK 大战。从你的心目当中，就是内心当中脱开枷锁，用最真实的味蕾去喝喝看，到底哪一瓶酒，哪一支酒是你心里的最爱？第一瓶酒，麦卡伦窖春烟1 40度；第二瓶麦卡伦窖春烟2 43度；第三瓶麦卡伦12年双桶。也是40度，这3瓶我们要进行史无前例、兄弟阋墙的盲饮 PK 大战，上！这样的酒醋，我问你开不开？好的，刚刚经过我们激烈、热烈、轰轰烈烈盲饮之后，终于评分结果出来了。刚刚忘记说了一件事，就是咱们的窖春烟1，它是用美国橡木雪莉桶、跟欧洲橡木雪莉桶以及美国波本桶3桶融合。那窖春烟2呢，跟1一样，它只不过度数多了3%，但是价格多了1000块。那第3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双桶。双桶顾名思义，就是用2桶。到底是用哪2桶呢？是美国波本桶跟欧洲橡木桶双桶融合。各位，这就是3款的来历。那现在就要邀请我们3大版主，针对这3款酒，选出他心目中最爱的那一款。所以第一位就邀请我们社长好威的版主，咱们的鱿鱼小姐，好不好？尤拉小姐，你现在当上版主这件事有没有特别兴奋、特别快乐？有我觉得我现在讲话都要特别注意一点，有没有大家觉得我声量变大声了？毕竟把这个版主的荣耀都献给了你，对不对？对，暂代的。我祝福你不要再被灭团了。好，真的不要再灭我们，请大家不要检举我们，谢谢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先讲。就是这3杯的话，香气来说的话，第1杯算比较中间的，那第2杯的话算轻，然后第3杯最重。口感的部分来说，我觉得2跟3它们的口感跟1比较起来的话，它是比较饱满饱和的。那第3支的话，它的油脂感最重，所以我猜第3支可能是春燕2，第2支的话是春燕1，然后第1支的话是12年双桶。那我自己最喜欢的那一个酒是2号 ，OK， 这就是你最喜欢，你觉得2号应该是窖春燕1就对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品饮起来，不管是香气啊，还是口感啊，都刚好就是在这2杯的中间值，就是特别平衡嘛，所以我就是真的很喜欢第2支。谢谢我们社长好威的版主鱿鱼小姐，她特别喜欢我们的2号，但最怕的是什么？我们在弄他们，其实3款酒可能都是一样。不可能！如果3支都一样的话，我自己灭色。自己灭色是应该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大胆狂言后，赶紧寻求海洋同伴透抽的安全感。他说他自己要灭色，他灭了他自己，不是等于就灭了我吗？不是一样的意思吗？是不是？再来就是我们第2位，就是我们乡民好味的版主套 Q 先生。他针对这3款酒的盲饮评论来套丢。第1款酒，我觉得喝起来的感觉，它的木质调还有葡萄干的香气，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啦。相对在喝起来的时候，其实也会有比较深色水果的那种香料的感觉，其实会跟以往熟悉的这麦卡伦的味道其实还蛮接近的。那第2款的话，其实喝起来的话会比较年轻一些，然后我觉得喝起来会比较有活力，而且相对比较圆润一点。那香气的话，其实会带有比较多的奶油的香调，也会有这样子比较圆润的感觉，尤其是它的油脂的部分，我觉得是刺激性比较低，但是油脂的部分也没有这么饱满。那但是其实喝起来的接受度是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。那我觉得如果它在这个时节出的话，如果是欢聚的话，我觉得第2款酒是比较合适的。那第3款酒的话，其实跟第2款的调性比较接近，但是它有更多的香料或者一些的刺激感，或是生姜的感受，在这个上面的话会稍微再多一些些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是
不同版本上面配比的不同。那我自己个人感觉喜欢的话，会是第2。刚刚那个套 Q 的评论相当专业，坦白讲，如果不知道的话，会以为他是用背的，看大字报之类的。为什么他用背的？因为他连喜欢的酒款都超前面的人。当然不是，完全没有喝过。那你猜一下。我觉得他直接猜2是什么就好了。2一定是 No.1。跟我一样，跟我一样。哇，一定是哦！等一下我们就开始要进行我们打脸仪式哦。再来就是我们第3位，就是我们的故事馆的版主，咱们的老神童先生。我要纠正一下，叫做小酒童。哦，是。来，咱们的小神童先生，就是这个人，我看你是在调皮哦。我刚喝就是第1杯来讲的话，它是这3杯里面比较平衡的，比较中等的。我是觉得说它的香气呀，还是各方面，它都属于这3杯比较中间。那第2杯的话，香气会稍微多一点，可是它的尾韵会稍微短一点。那第3杯口感表现还是尾韵比第2杯稍微好一点，可是个人会比较喜欢第2杯。啊，一面倒。怎么会这样子？你们是不是抄来抄去？有商量好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根本就是三国鼎立。我猜的双筒跟 No.1 跟 No.2 跟尤拉的是一样。你为什么要跳过套 Q？ 啊，你明明套 Q 也是想的是一样的。没有，他1跟3没猜啊。那你说一下你1是什么？ 1应该是双筒。所以我们3个人都一样。各位，他们3个都最喜欢2，那这个节目有什么好进行下去的？但是各位，赶快公布一下。前面我是不是有喝过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是各位，我不针对口感、香气去做评论，因为毕竟我是一个有包袱的人，对不对？里奥社长究竟有什么包袱？除了偶像包袱以外，我想不到了。但是我只选出一款我自己个人最爱的，可以吧？可以啊。我个人最爱跟他们3位都不一样，但我个人是喜欢第1款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就公布答案喽。我们答案准备要公布，现在答案的小号在我手上。各位，到底社长好威跟乡民好威到底会不会一起灭团呢？剩下故事馆独大呢？各位，我要公布答案了。在我左手边是第1支，第1支的确是双筒。Yes。那第2支呢？跟第3支，各位要不要灭团就看今天。第2支就是我们的春燕2，打脸，灭团！我们今天上片的这一刻，就是我们要灭团的那一刻。各位，请珍惜到12点的时光，9点上片，12点准时灭团，好不好？第2款就是春燕2，哇，对，神奇了！你看，我喜欢的就是属于经典口感，经典最能够代表这个酒厂的特色。12年是我的最爱，我觉得它就是平衡感最佳。麻烦特写他们3个的表情，大家3个表情面有难色。虽然2个社团说要灭团，可是最难过的是故事馆的版主。为什么他心里最难过呢？因为他早上出来还盲饮过这3款酒。社长太狠了，小酒童差点就要上诉再录1集了。盲饮好不好玩？真的好玩，对不对？好好玩哦！盲饮见真章，完全没有酒标的情况下，用最真实的味蕾，这才可以代表你真正的内心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这个群主的，跟他们说一下最后的一个遗言，好不好？我要讲一下。社长好味的版主鱿鱼小姐来，真的很珍惜这20天跟大家的相处，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猜错的，因为第3支的那个油脂感明明就是最明显的啊！我当然会觉得说高酒精浓度、油脂感明显是正确的决定。希望就是来生还可以就是继续跟大家当群友。谢谢我们的鱿鱼小姐。但是我觉得可以拖着乡民好威一起灭团，超爽！再来就是我们的第2个准备即将灭团的乡民好威的版主套 Q 来，在此代替乡民好威所有的群友们道歉。此时此刻辞去版主的职务，以示负责，没有办法猜中正确的顺序。不过我觉得这个也就是盲饮有趣的地方。再来就是我们第3位故事馆的版主，咱们的小神童先生，是小酒头。我已经跟乡民好味的这个群主人结仇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又跟故事馆的结仇了。我们还要请他讲一下感言，虽然他早上6点就起来喝酒了。我们现在拍片的时间是早上10点哦，因为早上10点的味蕾是最精准的，所以我们才是早上来。那个既然他们都要灭了，那就都来我这里吧。好，你针对今天的盲饮有没有什么感想，跟我们的你的故事馆的这个群友一起分享？就是说，像春燕1、春燕2，坦白讲，它只是酒精度数上的差异而已，包装、瓶子什么完全都一样，把我们这个消费者放在哪里呢？
可能要改版，你是不是要改个包装啊，或者是改个其他的，而不是只是一个让大家其实喝起来都是差不多的东西，不是很 OK。故事馆的版主他说出他消费者心里的那个话，但是站在酒商的立场，我必须要他们说2点。第一，他们哪里不同呢？最大的不同就是价格不同，好不好？有这帮酒商吗？多了3%，多了1%。对，多了3%多很正常啊，多趴数多钱很合理啊，对，哪里不合理是不是？那第二个部分呢？坦白讲，外盒这个包装跟设计师签约，不可能只签1次啊，他一定会签第2次、第3次，所以他包装会继续用下去，这也是很合理的一件事，对不对？麦卡伦，我挺你。这是我们今天这个麦卡伦的双桶以及麦卡伦叫春宴1、2的盲饮见真章系列，今天非常的欢乐。除了盲饮了3款酒，到底哪一款酒是你的最爱？我们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欢乐。掌声，谢谢各位哈，谢谢各位来到我们的里奥社长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咱们的里奥社长来啤酒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